男人独自一人开着游艇，不带任何食物，在大海里游玩3天，全程只有大海美景相伴。饿了就在海里寻找食物，玩累了还可以抱着狗狗在游艇里睡觉。这可能是每个人心中最惬意的生活吧。在开船去到小岛的路途中，竟然发现了一条鲨鱼的身影。取下眼镜和帽子后，便直接从船上跳下水。深水域的海水颜色让人毛骨悚然，但对于胆大的杰克来说已经习以为常。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，只有一艘游艇漂泊在海洋之中，显得格外显眼。欣赏完海底风景后，便再次爬上船，开足马力向着一望无际的大海飞驰。一旦发现小岛，就如同发现了新大陆。来到小岛附近后，便带着狗狗爬上船顶进行路亚钓鱼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杰克选择在船上钓鱼。抛下鱼竿后没几分钟就有鱼上钩了，从皮肤颜色就能猜测这条鱼应该是东星斑。正想把它拖上船，鱼竟然脱钩了。饿了一上午的杰克此时内心非常的懊恼，为了解决肚子的问题，只能潜下水猎鱼。一条青衣鱼从眼前经过，便直接游开，随后来到了珊瑚礁的石缝处，里面的鱼被杰克吓得到处乱窜。前方一条体型庞大的石斑鱼却对这种未知生物起了好奇心，好在杰克并没有下狠手，石斑鱼就这样逃过了一劫。这里的鱼类资源多得让人眼花缭乱，石缝深处的鱼儿也被杰克吓得往外逃。出来后又发现一条石斑鱼在海草里游荡，紧接着前方几条青衣鱼引起杰克的注意，正想扣下扳机，却意外的惊吓到鱼群，鱼儿瞬间跑开不见踪影。狗狗见到杰克空手而归，也不想理睬。杰克只能饿着肚子沿着岛屿附近寻找食物，在岛屿的浅滩里竟然抓到了一只拇指大小的小龙虾，很快就在附近找到了龙虾的老巢，随意一伸手就能将里面的一只龙虾抓了出来。有了食物后，便在海岛里欣赏这里不一样的风景，水天一色的海洋风景瞬间让人心旷神怡。为了填饱肚子，龙虾便成为杰克的食物。将龙虾一分为2后，就直接起锅开煮。龙虾很快就被烤成橙红色，吃饱喝足才有劲在海里游玩，连狗狗也能吃上龙虾肉。退潮后的海岛显得格外漂亮。此时杰克也准备开始登岛抓鱼摸虾，留下狗狗独自一人划着桨板去到岛屿里。登岛后便向着红树林里走去，被惊吓到的八爪鱼向着杰克喷起口水，可惜八爪鱼并不是杰克的菜。凡是被杰克看上的洞穴都会进行一轮的摸索，里面的螃蟹很不幸被杰克的钩子勾了出来，但幸运的是这只螃蟹是雌性的，对于这种螃蟹都会一一把它放生。在不远处又发现一只螃蟹在洞口里休息，但螃蟹钻进洞穴深处就无法将其抓出，折腾了1个小时竟然一无所获，只能回到游艇里休息。连狗狗也生无可恋地望着天空，杰克只能和狗狗在这里度过一晚上。一大早杰克又在海里疯狂起来，开足马力在大海里迎风破浪，整个大海成为杰克的私人游乐场。很快在附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岛屿，刚来到海岛的岸边，狗狗就独自一人上岸。这里的鱿鱼非常多，这么好的资源自然不会错过。抛下鱼钩后，鱿鱼瞬间上钩，可见这条鱿鱼非常大，但在收回鱼绳的过程中竟然脱钩了。凡是一次性不能抓到鱼货就会直接放弃，这注定了杰克只能饿着肚子在海里游玩。航拍下的海岛风景一览无余，竟然在海岛的岸边上发现了大量的海龟，有些海龟在打情骂俏。岸边细软的沙滩正是海龟产卵的好地方，放着无人飞机欣赏这里的风景，同时开着游艇沿着岛屿的周围行驶。为了解决肚子的问题，必须去到深水的地方进行海钓。放下鱼钩没一会就有鱼咬钩，整个鱼竿被拉成弧形，可见这条鱼并不小。拖上水面后发现是一条石斑鱼，因为水压的问题，石斑鱼已经失去了活力，眼睛也凸露出来。这条鱼将会解决杰克接下来的温饱问题，竟然一次就成功钓到鱼。接下来杰克就非常轻松的在海里海钓，上钩的鱼被杰克拖得水花四溅，经过一轮人与鱼之间的来回拉扯，上钩的鱼最终还是脱钩了。在前方竟然发现3条海鳗纠缠在一起，这可能是三角恋之争，而杰克却直接跳下水参加他们的纷争。这样的行为引起其中一条海鳗的愤怒，向着杰克游去，吓得杰克慌忙地向游艇游去。好在有惊无险回到了船上，一向胆大的杰克此时也开始语无伦次。有了食物，杰克接下来的日子就舒服多了，凡是遇到岛屿都会在附近转一圈。很快一天就过去，又来到了傍晚。第3天一大早，杰克就起床，拿着鱼枪就潜下水寻找鱼货。经过一轮的搜索，锁定了一条鱼饵。早起的鸟有虫吃，杰克成功狩猎到一条鱼货，原来是一条价值不菲的东星斑。带蓝点的东星斑确实不一般，拖出水面还不断的挣扎。在挣扎的过程中，东星斑竟然脱钩了，鱼枪上的箭矢直接断掉了。
只好拿着手动鱼叉下去寻找。青衣鱼并不是他狩猎的对象，杰克要找的是已经受了重伤的东星斑。在石缝深处找到了东星斑的身影，在狩猎的过程中，竟然将一条鲨鱼从石缝中惊吓出来。在头灯的照射下，东星斑的身影清晰可见。受到重创的东星斑已经无力挣扎了，被杰克一手将其拖出洞口。狗狗在船边渴望等待主人收获回来，这次并没有让他们失望。从东星斑的体型目测，这条鱼应该有7、8斤。接下来，东星斑的肉被杰克给切割下来，这是杰克最美味的一餐。当把鱼肉放到烤箱里，杰克的内心瞬间心旷神怡。摆好鱼肉后，便跳起了广场舞。在海里游玩还能吃到上等的海鲜鱼肉，确实不同凡响。这就是杰克的生活，我的梦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